哈喽，大家好。关于这几天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的事件，这集的影片内容我们来聊聊台湾的邦交。关于国家外交，在过去各时代的历史上，很早就已经存在国与国之间会进行外交的行为。最初是为达到两国之间的友好与停战协定，后来进而形成两国或多国联合作战，去攻略其他国家的邦交关系。而现今的国家外交有着更多方面的互助关系，如国家之间的和平、文化、经济、科技、贸易或战争等问题，都能进行协商与交流，其目的在于共同促进两国利益，而这些利益也受两国本身地理环境、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等影响，因此需建立能够满足彼此需求的关系与条件。但对自己国家而言，最主要以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和安全为第一要务。另外，保持两国最大范围的自由通行与活动亦属重要任务。而两个国家建交时需有国际条约，会先通过两国的外交官就国家的问题进行讨论与协商而成，再由国家的领导政治家如总统、领袖、元首批准签署后才生效。故城市或城际间的外交称为友好城市，国家或国际间的外交就称为邦交或国交。当两国在建交后，协议通常以发表联合公报或换文等形式于国际上进行公布。而如果两国之间由于特定事件的发生，如战争与武装冲突，导致两国面临对立关系，或两国之间经济利益有严重的损失，地缘领土与海洋纠纷，以及其他国家的外交权争夺等因素，造成两国解除邦交国关系即为断交。而断交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的人员，应得便利且尽快离开驻在国的国境。1949年之前，世界各国陆续承认中华民国，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波兰与中华民国断交后，此时的中华民国已无任何一个共产邦交国。之后陆续有国家与中华民国断交，改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华民国邦交国数量为38个国家。至1969年，其20年间，中华民国政府积极扩展海外国家外交，陆续有国家恢复邦交关系与建交，如恢复邦交国的日本与西班牙。此时为中华民国拥有最多邦交国的年份，邦交国的数量多达70个国家。1971年，中华民国受到联合国决议通过影响，以及冷战局势改变而退出联合国，联合国的席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又因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非官方外交关系后，致使了更多国家与中华民国断交，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一直到了1980年前，智利、土耳其、阿根廷、英国、日本、澳洲、纽西兰、巴西、西班牙、马来西亚、葡萄牙、越南、泰国、菲律宾、中非、美国等重要的国家陆续与中华民国断交。中华民国邦交国数量由70个国家仅剩22个国家。2000年，其20年间，台湾经济发展后，开始向世界一些开发中的岛国及较落后的偏远国家提供帮助与协助发展，并且积极的去建立邦交，如马绍尔群岛、诺鲁、帛琉、土瓦鲁等，使得台湾邦交国陆续回到30国左右。2002年与2016年因台湾执政党轮替，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与台湾的邦交国争夺战，利用对他国的经济友好条件与国际政治打压等外交手段，要求台湾邦交国与台湾进行断交。2020年，台湾在与多明尼加、所罗门群岛、吉里巴斯等岛国断交后，台湾邦交国首次低于20个国家。2021年12月9日，尼加拉瓜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日起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2023年3月26日，洪都拉斯外交部现在推特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民国外交部亦召开记者会宣布断交，正式结束与洪都拉斯的外交关系。依次至今，台湾的邦交国仅剩中美洲邦交国瓜地马拉、贝里斯，南美洲邦交国巴拉圭，大洋洲邦交国马绍尔群岛、诺鲁、帛琉、图瓦鲁，非洲邦交国史瓦蒂尼，欧洲邦交国梵蒂冈，加勒比海邦交国海地、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圣露西亚、圣文森及格瑞纳丁等13个国家。
台湾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受到打压与排挤，邦交国也不断遭受外交手段的攻击，但台湾始终还是不断的努力，用最大的能力去对其他国家进行人道救援、赈灾协助，以及对现有邦交国的经济支援、基础教育与建设发展。我相信很多国家认识台湾，也一直看得见台湾。或许各国因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不能够明确表达与承认台湾在国际上的位置，也无法与台湾建交。但我想没关系，对国际上该做的，台湾还是会做，而且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因为这就是台湾与台湾人的个性。而我频道影片的内容，不讨论政治，不追究政党，不攻击断交国，纯粹出于我对台湾邦交的好奇，而找文献整理资料并制作影片，希望让看过影片的人能更多的了解到台湾的事情，以及记得自己是台湾人。最后，如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关注与分享，我将继续制作更多与台湾相关的影片。